当年张雨绮新婚燕尔，却因意外陷入舆论低谷时，她却仍然能在《美人鱼》《猫妖传》中大放异彩，一举成为观众无法忽视的亮点。又因第二段婚姻再次陷入争议时，她跨界玩起了女团综艺，在《浪姐》里用自信美丽冲击观众，即使唱跳废柴也实现了人气大逆袭。自此之后，张雨绮的事业就像开了挂一般，疯狂地收割着观众们的路人缘。为了与男友李秉锡在《女儿们的恋爱》简单秀个恩爱，张雨绮不仅在节目外秀出一波以爱之名疯狂与节目组开撕，还在节目内秀出一场甜蜜逃跑计划，瞬间引起了不少网友们的争议。在节目中，他们原定计划是花1天时间游览宁夏中卫，出发前两人临时想在当天加入兰州吃行程，但因时间来不及，导演组便与他们达成次日去兰州的约定。结果两人仅完成在中卫的第1个项目，便突然改变行程，自驾去兰州，同时关掉了与节目组联系的设备，上演一出逃离摄制组的大冒险。所谓逃离摄制组，也就是甩掉工作人员，关闭所有节目组设备，开始一段无人知晓的2个人旅程。被彩礼张雨绮则表示这是她的愿望，听起来蛮浪漫的，可节目内容播出后却瞬间引发了大量争议。支持张雨绮真性情的网友或许会觉得逃跑计划很甜蜜，张雨绮会玩，给予了一定的包容与支持，但更多持批评态度的网友则因为张雨绮临时打乱行程并关闭节目组录制工具，会给幕后工作人员带来很大的麻烦，完全无法欣赏她的真性情。或许是冷静下来后也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也或许是导演组与李秉锡的短信沟通起了效果，两人中间也服了个软，停车等待工作人员前来沟通。最终达成的结果是两人仍旧自驾去兰州，内容由他们自己录制，车上的录音设备重新开启。很显然，节目组此时已经只求艺人在行车过程中不失联了。这个服软稍微能让张雨绮挽回点丝毫不顾及节目组心情的形象，但两人拿着工资的逃离计划却注定会让张雨绮的路人缘再次被摧毁。在张雨绮之前，另一档综艺《花样男团》也出现过艺人大逃离事件。当时歌手阿信因为不满节目组要求太多，说服郭德纲等人连夜逃跑。事后节目组盘点这次逃跑，直接导致第2天的行程计划全部被破坏，工作人员不得不与当地的合作团队道歉，投入的预算也泡了汤。不过花样男团的大逃离内容比较完整，嘉宾带走了摄影团队，有一定素材填补。事后谈判中，郭德纲的原厂适当化解了僵局，变相给节目组搞了个爆点。因为内容太大胆，这一期节目播放量暴涨，节目组吃的亏算是有了好结果，但阿信的行为还是受到一些抨击，最终以他发文透露有剧本结束了纷争。无论花样男团的大逃跑是否有剧本，关于艺人不配合行程可能会造成的损失，节目组盘点的还是很到位的。工作人员不仅白忙一场，还要四处赔钱道歉，算得上是折了夫人又赔兵。而女儿们的恋爱的主持人张绍刚在刚看到张雨绮的行为反应时，也是一言难尽。作为后期出身的他，第一反应不是艺人行为是否有趣，而是考虑到幕后工作人员。在节目组原定计划里，张雨绮两人在中卫的行程与次日去兰州的行程都已经定好，涉及内容策划、人员分布、场地沟通、酒店等细节。张雨绮与李秉锡临时放弃中卫后段行程，提前自驾去兰州，损失的资金可以由资方买单，幕后人员被打乱的工作却只能自己默默吞下。一个人的任性即是浩人买单。如果明星爱情里的浪漫是建立在社畜的辛酸上，在以社畜为主的普通观众眼里，又怎么爱得起来呢？当然，如果艺人的综艺感足够强，在录制过程中的任性是以制造更强综艺效果为前提而为的话，那无论节目组还是观众都可以大力支持一把。正如极限挑战原始班底的各种神操作，当年孙红雷不按套路解读规则，专注破坏道具的行为虽受争议，却很快便被支持声压下去了。因为他的行为没有让节目失去原计划游戏的素材，反而增加了意外效果。这种任性是以提供增值笑点为前提，而非满足自己的私人诉求。对于综艺录制时临时安排行程，韩综《花样青春》也玩过，只是玩突袭的是节目组，几乎所有参与嘉宾都遭遇过突然被拉去录综艺的恶搞。嘉宾穿拖鞋约饭，却得知立马要出发录节目。颁奖典礼结束后，穿着礼服被节目组拉走更是常态。在艺人未知的情况下搞突袭，一度成了节目重要看点。但即使是占了主导权的节目组，突袭艺人的前提也是事先与嘉宾团队沟通了行程，并不会耽误艺人其他工作，纯粹要一个效果。反观张雨绮在女恋中的逃离，擅自打破了节目组行程，却并没有制造出观赏性高的内容，临时顶下前往兰州的行程，甚至只是他们与好友间的单调聚餐。
不得不说，张雨绮这一步算得上是损失惨重。等到工作人员临时转移到兰州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由于时间太晚，也更是失去了策划新内容的机会，这便导致综艺惊喜效果不给力。张雨绮这次的逃离，最终由艺人得到了自由画上了终点，由艺人的自私任性占了上风。客观来说，张雨绮的性格更适合去做那些能施展自己业务能力与自信魅力的作品，像综艺节目这种以私生活为卖点的真人秀，对她来说简直就是玩火，稍微不慎，她的真性情便会拖了事业后腿，导致严重的后果。例如前期，张雨绮因为认为女恋预告中节目组恶意剪辑，便单方面直接宣布停止合作。但是事后正片又让观众发现预告其实没有恶剪，此举不仅彻底得罪了节目组，更是反锤了自己恋爱脑上头，也因此惹出了一地鸡毛。如今明星群体因为天价片酬违法逃税事件，已经一步步拉开了他们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此时他们再玩这些可能会戳中普通人痛点的个性，就更败好感了。当初高以翔意外去世时，张雨绮欣然接受高危职业发声文案，已经让不少人觉得难与张雨绮观念共情。如今的综艺逃离生活也更拉开了她与观众的距离。张雨绮制定逃离计划时，未必不是想给节目组制造爆点，毕竟明星要靠话题与观众缘吃饭，应该也不会真的完全因为一碗兰州拉面任性到这种地步。但当下很多明星缺乏生活感，对普通人的生活不够了解，便总是在玩任性时忽略了可能导致的影响，达不到自己预期的效果。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明星任性之前多考虑考虑是否妥当。如果你的任性得不到观众共情，那便只能由自己买单。张雨绮如此，其他人也是如此。以上就是本期雨姐全部内容了。想要了解更多娱乐八卦，就赶紧关注我们的频道吧。明天也与你不见不散哦，拜拜。